好，大家好，我是 Ricky。那欢迎大家来到这一系列由我解说的网页设计的课程。今天是第一集。那这一系列的课程呢，会教大家很基础的这个程式的编辑。那我们要编辑的呢，要学习的这个程式语言就包含这个 JS、JavaScript、HTML 还有 CSS。那会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三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程式语言呢？好，首先，我今天的主题会谈到这三个的介绍，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网页程式语言，以及我们未来可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呢？好，首先一开始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些问题，JavaScript 是什么？那我想大家都知道，2013年到2021年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手机、平板已经取代了笔记型电脑，那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这些网页啊、APP，它们是怎么样被做出来的呢？哦，答案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有很大的关系哈。没有错，它就是 JavaScript 所设计出来的。好，那 JavaScript 到底是什么呢？好，那 JavaScript 它是一个程式语言，以一个排行榜 Raymond 2011年1月的热门程式语言排行的时候，这个 JavaScript 它是稳坐第一名的。目前来看，它的职业需求是最多的。那它的 GitHub 的下载次数也是最多的。那 GitHub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开源程式码的网站平台哦，很多的程式设计师都会从这边去下载他们想要的一个这个程式。那很多都是用 JavaScript 所写的。那网页设计跟 APP 设计的程式语言也大多都是以 JavaScript 来撰写的居多。那什么是 JavaScript 呢？JavaScript 它其实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它虽然是一个程式语言，它是一个脚本的程式语言，它可以让你的动态能够更新内容，控制你的多媒体，还有动画，很多事情都必须要靠 JavaScript 去做。最大的功能是它可以做 API 的串接，哦，它可以把资料的传输，哦，告诉伺服器，透过伺服器能够给你所需要的这个资料，而且只要短短几行就可以写出就是我们要的功能。好，那 JavaScript 它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还有一些功能，譬如说是加减乘除，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资料传递、控制网页功能调配、领域合作、跨领域的合作。那以下呢，像是 JSON 这些 AJS 还有 PHP 这些，必须要靠 JavaScript 去整合它，它才有办法运作。好，那谈到第二个是 CSS，CSS 简单来说就是网页的美工设计，它被认为就是来设定网页的样式跟布局。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改变它自己的大小、颜色。好，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去调整，包含它的位置、它的一些排版，都是以 CSS 来做调整，或者是说添加动画效果，还有它的一些装饰特性。CSS 的作用主要是在于视觉设计的效果，它可以透过 CSS，我们来可以控制各个设备的整体的画面，都可以透过它来做调整跟设定。我们也一样可以用 CSS 来控制 HTML 的整个画面的元件跟元素，哦，就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更美观。最后提到的是 HTML，那 HTML 它是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网页架构，它是一个基本的格式，它用的语言非常简单，以元素跟元素做形成的，它可以赋予一些，譬如说隔行或者是项目清单，给它一些定义、一些标签，哦，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网页的整个体的架构。
所以我们来谈谈到为什么要选择网页程式语言。举例来说，现在目前来讲有很多的像是 APP 跟就是网页，那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单纯只靠一个 JavaScript 就可以完全的去工作，它需要透过很多的程式语言，包括像是其他像 JSON 或者是那个它的一些JSON 的格式，以及还有资料传递。那这些资料传递呢，它就是所谓的 API 串接整合。那这些 API 串接整合，这些整合的工作要交给谁做呢？只有交给 JS 做。那 JS 它就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 JS 为什么要选择它？是因为它适合想要转职的上班族。就如果您想要转职的话，JS 是您最好的选择。创业家如果想要创造自己的网站，也可以透过学习 JS 来搭建自己的网站。以目前现在的教育来说，程式教育在 Scratch 之后，启发孩子对程式的兴趣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如何让小孩子继续对程式抱有很大热忱呢？JS 会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因为 Scratch 它是一个方块式的拼接积木的一个程式学习，而透过 JS 这种标签式学习，跟它以往的这个 Scratch 来做比较，它可以不会有断层，这是目前来讲最好的学习的程式语言。那未来我们学完这个 JS 之后，可以选择哪些工作呢？您可以成为最主流的前后端的程式设计工程师，这是目前来讲市场也最多的，市场需求最大的。或者是你可以成为 APP 软体程式设计师、网页顾问经理、数位专案的经理，就是 PM，或者是您可以来创业，这些都是您学习这个语言最好的之后可以选择的工作。以上就是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到这边，